但我真的没有想到天乐会和你真的发生些什么。天乐都告诉你了？这一直是天乐的一块心病。我也是才知道这件事儿的。说实话，一开始真的挺难接受。这些话我说起来不太合适，可我还是想问问，你对这件事儿是怎么看的？我的看法会影响你的决定吗？会。如果你能让过去的事儿真的过去，并且能跟天乐开始新的幸福的生活，我祝福你们。过去的并没有过去，你不要纠结了。我们俩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我跟天乐那一晚什么关系都没有发生过。林先生，谭总现在很忙。林先生，谭总，我没拦住他。我有事儿找你说。我跟你没话说，你走。少宇，我跟你没话说。不走是吧？不走我叫保安。林先生，请您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。你工作，我在外面等你。依然，我一直觉得你和少宇是不是有……我是想报复他，可惜一直都没能成功。你为什么要报复他呀？少宇他没跟你们说吗？我们俩曾经是相爱过，那个时候我一心想跟他在一起，而且我也觉得我们俩对彼此都是真心的。可是就在我沉浸在甜蜜中的时候，他突然消失了，我到处找他都找不到他人。后来才知道，他是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，所以才一直在躲着我。少宇不是这样的，你们俩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如果是误会的话，他早就来找我了。7年了，已经整整7年，我消失在他的生活中，他连问都没有问过。要不是我一直咽不下这口气，回到这里来找他，他可能会以为我一直消失在他的生活中了吧。不过，这可能是他所希望的。像我这样一个被他玩腻了的女人，如果能消失在他的生活中，这该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。依然，我一直都觉着你身上背负着些什么，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背负了这么多的爱和恨。这些都是谭少宇送给我的。那你打算现在怎么办呢？他之前还放出这么狠的话，依然，你就应该找他去质问。我今天之所以能答应你出来见你，主要是我心里一直对天乐很愧疚。我知道你跟天乐是因为我才一直压抑着彼此的感情，我真的挺抱歉的。天乐他是一个很善良、有责任心的好男人，你应该去跟他说清楚。我不好意思开这个口，你就代我转告他吧，让他消除顾虑，你们好好开始自己的新生活。这事儿，这个事儿我说
合适吗？合适啊，很合适，这是事实，事实谁说都合适。快去吧。那我这……快去找他吧，还愣着干嘛呀？去啊！嗯。少宇，有些话，咱们是不是可以当面说清楚？如果当面说清楚了，我认，我以后可以再也不来烦你。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呢，都是多余的。可是我有件事没弄明白，我就想来问问。那天你打我那拳，是说你现在还爱着依然吗？是。对不起啊，我真不知道你跟依然是这一切吧，都来得太突然了，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。我更不知道你和依然之前有那么一段，也没想到你居然现在还爱着他。你既然是我朋友，为什么从来都不听我的劝告？什么劝告？我不止一次的警告过你，我说依然这个女人工于心计，爱慕虚荣。我说过。你为什么这么说的呢？为什么这么说？她不就是这种女人吗？为了自己想要的一切，可以豁出去什么都敢干，包括跟你上床。我敢保证，这一切不是偶然，是她精心设计的。那天你说依然的话说的那么重，你们俩之前怎么了？话已经说到这份儿上了，有些事儿我不想再去隐瞒。是，我跟依然从前的确在一起过，但那是8年前的事儿。那个时候我跟他领了证，正在筹办婚礼，连婚纱都试了，但他突然就失踪了。突然，就那样，从我的生活里彻彻底底的失踪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跟我家里讹了一笔钱，逃婚了。所以我说他跟我在一起，就是为了钱。而跟你在一起，也同样是为了钱。你说他是为了钱？对，他是为了钱。他表面上装作不在乎物质，但心里面，他根本就在乎钱，很在乎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，我都不太敢相信我爱上了这样一个女人。但直到有一天有人拿着汇款凭证给我看的时候，我才相信，她就是这种女人。那这么多年来，你一直没有谈感情，也是因为她？我不知道，或许吧。反正这么多年，我心里装不下别的女孩。也许是受了情伤，也许是我心里边还有的。总之，在重逢之前，我在心底里设想过无数次和他再见面时候的情景。我在想，或许有可能他会给我一个解释，因为他欠我一个解释。可结果呢？结果他就那么出现了。
出现在你身边，还要跟你结婚，还趁你酒醉就跟你上了床，这一切击碎了我内心最后一点希望，最后一点。她就是这样一个女人，我也就是为了这个女人心动了8年。那依然来接近我，也是因为我的钱，难道不是吗？你说呢，林天乐？你不想想啊，他为什么就跟依莲住到你家去了？为什么你奶奶那么喜欢他？为什么他趁着酒醉跟你上了床？还有，他为什么会让你一直回避着你爱的女人美兰妮，选择跟他结婚呢？你说啊，林天乐，你就是为了这样一个女人，工于心计的女人，放弃了你自己真正爱的女人。你什么事都可以办得很好，你很聪明，但没有感情这件事。